my god！ 這是古早味菊花。现在要来介紹我這次從日本買回來的書。這裡有很多是從一些什麼博物館或外面書店，然後有的是從二手書店再淘回來的書。大家現在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幾類，那個從這邊開始，這一區呢是那個苔蘚圖鑑，然後在這一區是我的化石，各種植物化石相關的東西，然後還有一些其他化石類的，化石超棒。然後最前面這一區是有關於日式庭園的書籍，對，因為畢竟我這一趟還是去學日式庭園的東西，所以還是要給它一點版面。然後再來這一塊的話，比較像是日本的傳統工藝，包含什麼漆器啊，然後香啊、筷子啊，然後再往下面一點，這邊還有一些就是跟當地有關的那種植物的一些文化的書，對，然後差不多就這樣吧。然後額外附帶一兩本其他的東西。這一本好像是今年的新書哦，今年還去年的。那這本蠻特別的，因為它有去介紹每一個庭園裡面它不同的一個景觀的設計，就是它的規劃配置這樣，然後還有一些裡面的概念。我覺得這本算介紹的還不錯的感覺，所以就買回來。雖然我看的不是很懂，沒錯。好，然後這一款的話好像是那個，京都整個庭園系列的，它比較帶一點那種算什麼風景照類型，圖鑑類的，對，比較像圖鑑。大家如果喜歡收藏這一類的東西的話，那這本蠻推的，因為我看市面上這本好像賣的蠻好的，到處都可以看到這本書。對，那比起這本的話，其實我更喜歡的是這本叫做《窗》。熟悉的封面。光村推古書院是嗎？那是不是京都的，還是不是啊？應該是京都的，因為這一系列好像主要都是以京都為主。然後我覺得這本最酷的是，它是用各種窗景的方式去看待外面的景色，所以你可以看到，尤其是枫葉时间超紅，真的，你看光是這個地板，超多人潮，然後還有一些比較有特色的窗戶，然後還有它的一些視角，我覺得這本蠻棒的，確實不錯。當初會挑這本，就是因為它其實已經不同於原本就是那種比較風景攝影的感覺，就是純拍照片而已。我覺得它還帶一點不同的視角去看待這些東西。這本個人蠻推的。再來是這個就是在二手書店淘的，神秘的感覺。因為日本最早的那個跟日式庭園相關的一個算什麼指南手冊嘛，叫做《作庭記》。然後這一本就是主要在講跟作庭記有關的東西。是在二手書店淘回來的。我覺得二手書店有時候定價蠻特別的。怎麼說？就是有一些書你會發現，例如說像大家剛剛看到這本，現在定價2500，但其實它當初只賣1500而已。那所以它實際賣2500。對，就是有一些絕版書，他們會以就是好幾倍的價格再次出售，不像台灣很多二手書，它只會越賣越便宜。我覺得這是蠻特別的地方。嚇到蛙了！你要讓它戰鬥啊！Oh my god！ 但也有一些比較冷門的書籍，它是會賣比較便宜啊，對吧？然後這本是應該也是近期的新書。然後他在講一些日式庭園的一個歷史跟文化，這樣，我覺得他對我現在在研究相關的議題蠻重要的，因為之後我要把這一趟日本的東西彙整起來，然後出幾支影片跟大家介紹一下，所以還是希望有一些可以讓我參考的資料。這個也是有關於日式庭園的東西，裡面有一些比較概要性的，還有一些各式的庭園的一些可以去觀賞的重點。這本我記得好像也是近期的一些新書，可以給大家參考。這本是江戶的植物學，我只是覺得有這種考究相關文化還有植物相關的東西，感覺蠻值得收的，雖然我不一定看得懂。
那這本有一部分它是在從這種像例如說像古畫上面這些植物，然後上去做探討，這樣當初提到了什麼，或者是裡面有一些什麼花卉，他們用來做什麼，然後就會寫在後面。對，蠻酷的。江戶的植物學，柴田是真的植物圖，雖然我有看沒有懂，這是植物圖鑑啊，應該是吧？這本我覺得畫的蠻漂亮的，值得收藏，還蠻值得收藏的。然後它除了會有一張完整的圖以外，還會有這種細節圖，對，然後會有對應的一些名稱，然後跟日文這樣，我覺得還蠻酷的，所以就收了。這個是在一般書店可以買得到的，因為我們最近都會拍一些上山企劃，然後我就想說，可以看一下國外是怎麼在玩火的，所以就去收了幾本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書回來。然後這本他就有在講一些他們的一些器材，然後還要怎麼去生火，怎麼用火這樣。還有像這個，他就有提到一些不同新材的性質，這個我就覺得蠻酷的。台灣好像比較少這種書會討論這些。然後還有另外一本是這個生火的裝備跟大原則。再來換看這個好了，這個。空的新王石，這本在講有關於飛行生物的化石，對，超酷。這支應該是豐臣義隆吧，就我沒有認錯的話。台灣很少像這樣的化石專書，在專門講一些相關的東西，都要從國外進口。然後他從比較古早的恐龍時期一路到現代的鳥類，就這樣一路講下來，我覺得很酷，所以就買了。這本推。然後這本是在講那個冰河時期，然後跟一些北極相關的一些化石吧，裡面就有一些相關的他們的一些採集，還有一些那種相關的內容，超酷。身為植物人，植物化石還是要多少收一下。我覺得國外真的好多跟植物有關的東西，超棒。你看這應該是木賊那一類的。然後這個我有點認不出來，還需要翻譯。然後你看這個連那個植物的鱗片都可以看得出來。是鱗片？對啊，應該是鱗片狀的植物。他寫石炭紀的，石炭紀還蠻久的。這是世界上50種植物化石。這是銀杏，沒錯。你很會非常有節目效果。因為銀杏也是一種活化石，它活那麼久。對啊，然後幾乎沒什麼變。想不到吧？想不到。然後給大家批判一下，這邊有向日葵、蛇狀花。我這在講菊科的那個蛇狀花的起源吧。這是古早味菊花。我這是球果，這看起來有烤過的痕跡。還有咖比達啊。发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會有2本一樣的？我猜我有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買的。太準了，超好笑。我那時候就在想說，這一本看起來有點眼熟，但應該不可能吧。然後再來是這本我也覺得很酷，這是在那個自然史博物館買的，這是樹皮圖鑑。你如果回到台灣的話，幾乎不太可能出這種奇怪的東西。這本專門就在講那個不同的樹皮，感覺不錯。每一種樹，然後你看它從那個不同的年紀長出來的那個樹皮都不太一樣，它都直接拍給你看，我覺得很猛。從幼齡，然後到成年，然後到老了之後，這本推明治神宮還沒開。當初會買是因為我想看看明治神宮，因為他們畢竟都已經種了100年了，然後想了解日本人他們其實對於這片森林之後他們有什麼樣子的想法。因為當初在翻閱的時候，我看到他們有一些內容有寫在裡面，所以就特地買回來，然後叫 Google 翻譯給我看的。然後再來就是滿滿的苔蘚圖鑑，苔蘚很讚啊！因為台灣幾乎沒出什麼苔蘚圖鑑，出的不多，有是有，
所以這次去日本就大買特買。大概是這種感覺。この感じ。圖鑑好像就真的沒什麼好講的，就是看它的拍照跟特寫這樣，然後還有一些排版，然後像日本有一些比較專業的，他們就還會附帶一些手繪圖跟你介紹這些構造。然後像這個還有一些顯微鏡的照片。菌根的世界，身為菌根研究者，看到少數的菌根書籍，我還是要稍微買一下，買回來看一下國外怎麼看這些東西。菌根超棒，這個我覺得也蠻有趣的。這本我記得是在講木頭跟那個整個人類史的發展，所以它從一些比較原始的年代，然後一路講到比較近代，我記得都有討論到。蠻有趣的這一本，Blue Ocean Dome， 應該沒有。這是萬博的其中一個場館，然後他們主要在討論就是一些環境議題，那最主要有一部分是 focus 在塑膠上面，因為這些年那個，哪一國的？好像是日本他們自己的。蠻酷的，我覺得它裡面有一些動畫和內容做得蠻好的。啊，對，這本應該有那個，它前面有一個這個東西，啊，這個場館長這樣。哦，對，建築有點印象。對，它是圓拱形的，然後它一進去就有這個東西，我覺得很酷，很值得看，因為你會看到它把水從這邊抽上去滴出來，然後沿着這個再跑。然後，因為它有做一些設計，所以我覺得那個水流出來的痕跡很漂亮，很多人都在拍。然後你應該有看過那個日本的那個叫什麼？裝水的那個竹筒，然後不是會用來敲那個嗎？對。那這個有點像在模仿那個的感覺。然後水倒下來之後，它就會有點仿那個水循環，對，然後就會開始向下流。然後流出來匯集成小河之後，然後它最後就會開始流進大海，這樣，然後再回收。它是在模仿這個意象，這個蠻酷的。然後後面的話，它還有做那種超大螢幕，然後再講探討塑膠議題。那動畫其實做得很精緻，我覺得蠻棒的。推大家去這個場館看看，如果抽的話，但這個館好像也蠻好抽的，對吧？我看蠻多位置的，畢竟關心環境人不多啊，不是？比起其他的場館，可能這個場館的誘惑力沒那麼高，但我覺得對環境有興趣的人其實蠻值得去看的，因為它一部分就在講全世界的塑膠垃圾到底有多少這樣，然後還有講一些暖化議題跟海洋的議題。龜龜，沒錯，鼻子裡沒有吸管的龜龜。然後後面就是他們還有去專訪一些就是各式各樣不同的人，然後去討論這個議題相關的內容。這個是跟香有關的文化史，想說之後可以拿來當一些節目素材，就買回來看。這個也很酷，這個是七七，在講七七的。這本我覺得算寫得蠻細緻的，因為它有提到各式各樣不同的一些種類啊、用途啊、顏色啊，然後材質，然後技法的表現，然後還有一些他們不同的那種各地不同時期的一些漆器的那個技術，這樣覺得蠻有趣的。這本算介紹的蠻清晰的，所以我就特地買回來。然後這是實惠工藝，就是你看到的那雙筷子。就是這本對漆藝有興趣的朋友推。
然後這一本在講筷子，我記得這一本好像是從二手商店掏回來的啊。對，這本要2000塊。然後就來講一些日本有關的筷子的歷史嘛。雖然我大部分都在看圖比較多，這裡還有講大陸的筷子，然後還有一些他們在地民間做的筷子。這個就長得很像那個和果子的那個叉子。因為我那天去逛完那個什麼他們的那個筷子專賣店之後，就對於這塊蠻感興趣的，想說他們到底怎麼做出這麼多筷子，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的種類，想說可以買一本回來研究一下。最後是这个經濟工藝。你剛你昨天說那個把碗裂掉，對，碗切掉之後要怎麼把它補起來呢？就是用這個工藝，對，先把它粘起來之後，再把它畫上金邊，這樣它看起來就是一種藝術嘍。嘿嘿，嘿嘿，嘿嘿，沒有像這樣。然後這邊就有介紹它的一些過程，完了之後粘起來，然後最後東西用上金色就對了，看起來金金的就很漂亮，有缺損也沒有關係，一樣的做法，沒錯，就是這樣。就可以再把價格打上去。那我們的開箱系列差不多就到這裡結束了，感謝各位的支持。如果喜歡，記得幫我按個喜歡；如果覺得很棒，請多幫我分享。那麼我們這一集就這樣啦，下集再會，拜拜。拜拜。